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陈婉慧委员、尹乃菁小姐、唐湘龙先生、林佩祥委员、徐宏的议员、林涛议员。哎呀，这个以色列跟伊朗啊，以色列去轰炸了伊朗的重水反应炉啊。通常呢，打仗的时候对人家这种核电厂基本上是不碰的。俄乌打到现在也没有去搞它的核电厂啊。那不过呢，因为这个重水反应炉就是这个核电厂还没有动工啦，还没有这个开工，还没有运转啦，哦，只是在新机还没有运转，所以还没有什么辐射啦等等，没有这些问题哈。但是大家还是很紧张。那以色列去轰炸伊朗的重水反应炉，然后呢，伊朗去轰炸以色列的医院，哦，彼此都骂对方啊，这个不人道哦。那国际原子能总署呢证实，伊朗的重水反应炉被袭击了哈。那当然，这个当然也很奇怪了。美国一直说伊朗马上就有核弹了，但是呢，国际这个原子能总署他每天都派人去查，而且有时候一天还不止去查一次。哦，伊朗也给他查，那查了半天，怎么会他在哪里在另外发展核弹呢？哦，但是现在原子能总署说，我现在不能查了，因为伊朗可能把这些核设施转移了，而且都关闭了，所以现在查不到了啊。哦，那么另外呢？这个波斯湾阿拉伯国家警告说，这个核污染可能会影响6000万人哦。为什么？因为波斯湾啊，什么这个海水啊，什么可能都被污染了哈。所以呢，今天打到第7天了，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说，我们正在改变世界的面貌哦。伊朗毁灭了以后，世界就变了啊。那路透社说呢，伊朗向美国开条件，如果以色列不停火，我就不回谈判桌了。本来要第6次谈判，也不回去了啊。谈什么东西啊？谈不白谈吗？啊？你们只利用我谈的这个之前面的松懈警戒就来乱炸一通啊！那另外呢，说以色列的防空飞弹只剩下12天的存量，铁穹可能崩溃。铁穹所谓天网，并不是真的一个网，它是用飞弹来拦截的哦。但是飞弹有限呐哦，那到时候而且就好几颗才能拦截一颗，所以它的防空飞弹剩的不多了。所以美国向美国讨救兵，第一个，我防空飞弹剩的不多了，我铁穹可能瓦解。第二个，我没有办法去炸毁伊朗的核设施，我炸毁不了。哦，说到底这个核设施原来我最早看资料，所以说大概在深山里面地底下80到100公尺，现在说呢可能半英里，1英里是多少公尺？1英里是1.6公里，是1600公尺。如果半英里是800公尺在地下，你怎么炸呢？哦，所以到底多深，现在没人知道哦。那美国跟德国现在货机去了，满满的载了军事武器装备，看到没有？一个个运到以色列去援助以色列哈。那另外呢，主要就是那个轰炸机了 ，B2 轰炸机。这个 B2 轰炸机哈，说他们演练很多次，看能不能钻到地里面去哈。那这个 B2 轰炸机呢，它载的炸弹一颗是3万吨啊，多重啊！哦，一般的轰炸机根本载不动啊！哦，飞都飞不起来。那它只能载2颗，一架 B2 这个轰炸机载2颗，2颗还炸毁不了它，所以可能要不断的出动好几架。哦，那万一被打下来呢？美国现在为什么不敢出动呢？因为轰炸机轰炸不是很高啊，什么3万英尺，它要低才能够打下来。你高的话，不跑哪里去了？低的时候你就容易被瞄准，容易被打。哦，伊朗也不是都没有这些飞弹哈。那另外呢，为什么这个伊朗的那些空军高层被团灭啊？因为以色列特工用假电话说来开会啊，20个空军都去开会，一颗飞弹就把通通炸死了啊！假电话啊，这不太可思议哦，但就是这样子哈。习近平跟普丁通电话，哦，说呢中东不稳，天下难安。那他们2个谈的结果是要美国做出努力。我们看一下。伊朗飞弹打中以色列南部大城巴尔谢巴这间医院，天花板坍塌，满地散落建筑碎片，大厅一团乱，玻璃门更直接被炸飞。大楼内火势还在熊熊燃烧，医院外窜起黑烟，病房被炸得面目全非。爆炸瞬间，一团火球直冲天际。They're targeting civilians because they're a criminal regime. They're the arch terrorists of the world.
They want to have nuclear terrorism. 伊朗宣称攻击目标是附近的军方科技园区，距离受损医院不到1.5公里。Northeast or east of Tehran, yeah, you can listen another explosion. 以军开始袭击伊朗北部的阿拉克核设施，发射2枚飞弹打击阿拉克重水反应炉。A heavy water reactor comes at it a different way. It produces plutonium as a byproduct, and plutonium is fuel for an atomic weapon. 伊朗国家电视台表示，现场没有辐射外泄。不过，国际原子能总署证实，伊朗核弹级浓缩铀存放地点下落不明，面临失去监控的风险。好，香龙怎么看？伊朗在它的历史上面，在那个大航海大殖民时代上面，它并没有被真正的殖民过，所以外来的力量要在伊朗能够占领、有效的统治，困难度非常高。但是今天我们在看中东问题的时候，因为台湾在看中东问题的时候，向来都不戴眼镜啊，所以呢，基本上是看不清楚情况的。尤其对以色列。对以色列的那种的百般的讨好，始终的都是美国投票部队当中的主要啦啦队的一员，所以台湾看中东问题呢是不精准的。那比较精准的看法，我们就以以色列为坐标。你刚看到纳唐雅胡出来呢谴责呢伊朗的导弹呢攻击了医院不管是刻意的或者是误击的。炮弹呢落在医院里面的那个当然是很惨绝人寰的事情。可是西方国家、西方媒体在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有没有去问问看，加萨还有一栋医院是完整的？加萨原来有14座联合国支持的大医院，每一座都被炸平。即使事先告诉你里面呢全都是收容了受伤的孩子、病患、医护人员，他照样炸。炸完了之后面无愧色，都告诉你，因为里面有哈马斯。那因此呢，就把所有医院都炸。加沙现在连一栋完整的医院呢都没有。当你医院被炸的时候，你会开始叫喊痛，向全世界控诉的时候，即使是伊朗，他都已经用英文版的说明向全世界说明，就我炸你的医院，我在为哈马斯在报仇。好，那第二个呢？你看到今天呢，伊朗或者是今天的以色列或者是美国，讲到伊朗之后咬牙切齿，觉得我对伊朗动手是应该的。德国在后面帮腔，德国真糟糕。德国这次把这声誉呢再一次的给赔上去。当你在谴责伊朗，认为伊朗不应该拥有核武器，伊朗呢应该无条件的投降，伊朗的核武器呢是不道德的。那请问你，那以色列呢？以色列。中东如果不是因为以色列有核武器，伊朗就可以不要有核武器。今天呢，所有的在中东的这些穆斯林国家，因为呢有你美国撑腰，以色列发展核武器，以色列核武器在哪里又不是不知道。今天呢，伊朗也在试着呢，你再下去，我就攻击呢核设施。没有人，今天所有人认为伊朗不可以有核武器，但是这些的国家，包括德国、法国这些国家，那你要不要告诉这些的穆斯林或者这个世界的其他的没有拥有核武的5个常任理事国以外的国家，那凭什么以色列可以？以色列可以，然后你说伊朗不可以，道理在哪里？更何况，在过去同样认为不可以拥有核武器的朝鲜，当他拥有核武器的时候，你今天的川普还写信给金正恩，想要跟金正恩再见一面。你个这么恶心的话，你都可以讲得出来。换到有核武跟没有核武，你就是2套嘴脸嘛。今天呢，我如果是伊朗或任何国家，我当然会认为说，你就再给我点时间，我只要搞出核武器之后呢，你对我的态度、看我的眼神，就会像看金正恩一样，充满了爱意。那你今天呢，无非呢就只是因为想要趁着伊朗，同时呢，因为以色列有不安全感，以色列努力想要减掉伊朗，就是他要在中东要独霸，美国、德国这些国家呢都在为他撑腰。可是呢，不管怎么样，当昨天习近平和普丁通完电话之后，那就是一件大事情了，就是今天中国跟俄罗斯。对伊朗的事情有他的基本的态度，我认为川普接下去呢，直接介入呢，对伊朗动手的机会是非常少。我们只要记得一件事情，川普呢，只要跟你压个期限，就要签支票说90天、20天、30天，最后呢都无效。都会延期了。他只要是他有跟你说哪一天，他这样告诉你说2个礼拜之内呢，我要考虑，那大概就是告诉你这件事情没有了。
那个 TikTok 已经演了3次了，一言再言。对啊，这啊，好吧。那么碉堡炸弹到底是什么？我们看一下。It's a sophisticated, frightening piece of weaponry designed to hit targets like some of Iran's key nuclear enrichment facilities deep underground. 碉堡炸弹 GBU-57摧毁掩体，建筑瞬间瓦解，消失在漫天烟尘中。这款大型穿透弹是美军目前最大的非核炸弹。The bunker buster is roughly 20 feet long, weighs 30,000 pounds, with 6,000 pounds of high explosives. 碉堡炸弹是美国针对伊朗、北韩等地下核设施潜在目标而开发，可穿透约60公尺的混凝土墙，但从未投入过实战。That mother of all bombs, weighing more than 21,000 pounds, was dropped by U.S. forces on ISIS targets in Afghanistan in 2017. 这款炸弹之母是美军在战斗中使用过最大的炸弹。碉堡炸弹爆炸范围不及炸弹之母，但重量更重，有厚实坚硬外壳，能潜入地下。The only plane that can carry the bunker buster, the B-2 Spirit stealth bomber, flown by a 2-pilot crew, capable of flying about 6,000 nautical miles without refueling and eluding an enemy's most sophisticated defenses. 以伊冲突不见缓解迹象，专家分析，如果美国参战，就可能动用碉堡炸弹打击伊朗福尔多地下90公尺深的核设施。好，美国到底现在会派 B2 去轰炸？不过呢，伊朗也有搞一个叫做泥石飞弹。第一就是这次战争还出现了，以前没出现射程超过2000公里，机动性非常强，隐秘性也非常强。以色列全境任何地方他要打都可以打到，所以呢，到时候会演变成什么样的状况？一旦战争开打，要结束不是那么容易。休息一下再回来。美国到底会不会打伊朗？那以色列已经说我非要美国不可，我自己没有办法摧毁伊朗的这个核设施。主要是 B2 那个钻地洞的炸弹啊。那美国媒体说，川普已经批准了可以打，但是还没有下令所以批准跟下令是2回事那原来大家都揣测说，最快这个周末就会动手。但是呢，就像夏龙刚刚讲的，川普呢说再延2个礼拜，所以呢，白宫说2周内决定要不要出兵，本来以为周末，本来以为立刻就要出兵了那白宫说，伊朗拥有核武只差1步，马上就会拥有了，快拥有了所以呢，我们不能等了那纽约时报说呢，去轰炸伊朗的核设施他们推演了很久，推演了16年。跟中国要不要打台湾，美国到底要怎样出兵还是不出兵，一样的困难。因为呢，美国推演伊朗去炸伊朗核设施，推演了16年，都不敢下手，因为它是有风险。第一个，你能不能把它真的炸掉？第二个，你炸掉了，它是不是就垮了？它会再春风吹又生又来了。另外，你的 B2 轰炸机去炸人家的时候，飞得低，有没有风险？因为你要把它炸掉，这个 B2 轰炸机要一枚又一枚3万磅的这个巨型碉堡炸弹，才炸出一条通往离心机大厅的通道，一直炸，一直炸，一直炸，所以呢，美国现在也没有把握，所以不敢呢轻举妄动那另外呢，这个伊朗的副外长警告美国说，跟你美国无关，这不是你们的战争，你不要来搅和。如果你川普跟以色列联手，会带来地狱。他说我们没有核弹，我告诉你没有核弹，要有我们早就有了，核弹有什么难？我们早就有了。不过现在呢说伊朗现在有409公斤的浓缩铀，去哪里也不知道，主要因为原来还查，现在已经查不了了。原子能总署我们没有办法检查了。说这409公斤的浓缩铀可以制10枚核弹头，当然核弹要先有浓缩铀，做成核弹头，要做成核弹，然后你还要运送，用什么把它要去炸人家，要去打人家，还要运送那所以呢，美国要部署第3艘航空母舰福特号打击群之前呢已经有卡尔文森号
尼米兹号2个这个航舰的打击群，它不是只有航舰，10几20艘船去，现在连第3艘也要去了哈。那另外呢，美国在中东有48000个军队，哦，所以怎么办？哦，那刚刚讲那个反应炉哦被炸，反应炉离那个德黑兰比到很多其他跟美国好的中东国家都还近，所以阿拉伯最后也很紧张，搞了个半天，你在打谁啊？哦，所以呢，现在搞得天下大乱哦。那另外呢，这个《纽约时报》说呢，川普如果参战，4万个中东48000了，变成飞弹的火把，而且最多只有4分钟能够逃命，哦，只有4分钟能逃命。那另外呢，这个现在有一个末日飞机，哦，这个末日飞机呢说盘旋在这个华府出现了，说只要这个飞机出来，这个飞机可以防辐射、防通讯干扰、防一大堆东西。舰上指挥，上次出现是911那个时候美国被炸得多惨。哦，之后没有看到他，现在又出来了，那代表什么？川普要登基是指挥吗？那现在不是只有伊朗啊，伊拉克的真主党派说，如果川普介入战争，那伊拉克的真主党要去攻击美军的基地，所以现在不是只有这个伊朗，还有什么也门啦，哦，什么青年运动，反正其他这些外围组织都可能去打美军。我们看一下。专门为核战期间保护美国总统、国防部长以及国安高层的美国E-4B 末日飞机，17号晚上现踪在华府郊外的安德鲁联合基地，引发外界高度关注，因为传出川普已经批准美军对伊朗动武。Breaking news, we're learning that President Trump has now reviewed attack plans for Iran. For now, though, he is holding off to see if Iran steps away from its nuclear program. 美国是否直接介入冲突备受关注。根据 CNN 报道，五角大厦正派遣美国最大、最先进的航空母舰打击群“福特号”前往更靠近以色列附近的地中海。这将是第3艘航空母舰部署到中东附近的美军航舰。I don't plan for everything, but we'll see what happens. Got a ways to go. 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也强调，已经准备好执行任何总统的命令。彭博社则独家报道，川普考虑最快这个周末动手。I have a message directly from the president, and I quote, "Based on the fact that there's a substantial chance of negotiations that may or may not take place with Iran in the near future, I will make my decision whether or not to go.Within the next 2 weeks， 川普将在2周内决定是否直接参战。此时，俄罗斯总统普京对川普说：“想当和事佬，调解以伊冲突。”直接被川普反酸。I said, "Do me a favor, mediate your own. Let's mediate Russia first, okay?" 不过，《纽约时报》警告，一旦美国参战，部署在中东地区超过4万名美军将面临伊朗的报复。从飞弹发射到击中的时间，只有短短4分钟可以逃命。也因此，华府、纽约和洛杉矶开始出现反战示威。抗议人士说，这是别人的战争，美国没有必要参战。来，不讲。从这边看起来，说真的，所谓的世界和平真的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事情，一点点擦枪走火都可能造成实际上发生我们可能20-30年没想过所谓的第3次世界大战。尤其是说，当我们看到说现在他们本来在以色列跟这个伊朗之间打的主要是代理人战争，不管是从伊拉克的这个什叶派的民兵也好，还是从加沙走廊这边也好，变成是说现在直接的在区域上面的对决。我会认为说，基本上来讲，我刚刚感觉有点像遇到贪吃蛇的感觉，就是说，美国说你要跟我谈，我才不会去攻击你。那伊朗说，如果说你要我坐下来谈的话，以色列先不要攻击我。那可是以色列这边就是说，我不管怎么样，我都要攻击你，因为如果我不攻击你的话，我纳坦雅胡很有可能就会因为内部的压力，我会被抓起来，所以变成是等于是一个贪吃蛇的状况。最后面现在搞到说，我们看到连普丁都跳出来讲说啊，普丁跟习近平都跳出来讲说啊，我们这个美国这边应该要遏制以色列把这个事情再继续恶化下去。那川普基本上就直接回应说啊，你们也可以做点事情。所以说，在这个整个状况之下，所谓的核武是否发展核武，我个人认为这只是个借口。
他们基本上他们区域上面有冲突，他们无法和解，他们有宗教上的冲突也无法和解，而且这个也是另外一方面，这是另外一方面，东方对 West against RC， 就是西方跟中俄联盟之间的一个对抗，有这么多不能瓦解的事情，我认为是核武的，这只是一个借口，让整件事爆发。而川普现在在中边最主要角色，他是一个从这个过去1年来，我们看到他是一个用对抗，他习惯用对抗来替代合作的一个领导者，而且他习惯用对抗 confrontation 之后，他才有机会去跟他做1对1的谈判。他并不喜欢做多方谈判，他喜欢1对1来直接做国际之间的博弈。而他本来的3个条件，他在当选的时候讲过3个条件，我认为看他对以色列的角色，他认为以色列的角色有多吃重，才决定他3个条件未来会不会继续下去。第一个条件就是说，他曾经讲过，他不想发动没有利益的战争。第二个就是说，他不希望他的美国军方有任何不需要的牺牲。第三个他曾经讲过，这也是他对 NATO 的讲法，说他不希望他再继续花一些不需要的军事花费在这些不值得的国家身上。所以这样来看的时候，到底以色列的角色在美国或在川普的心中角色到底有多重？重到说是不是美国曾经在国外打战争，当然有成功的，像伊拉克跟这次伊朗很像，他们说他们什么事都没做，但是海参还是被抓起来被处决掉。那这次伊朗会不会发生一样的事情？或者是有没有可能说美国会遇到第2次的越战？因为刚刚我记得湘龙哥有讲到，伊朗是从来没被殖民过的。所以说，他们自己的民族主义是很强的。他们认为说，我要保持我的民族主义，我可以一代人下去，要保持我们阿拉我们这个信仰。所以有没有可能是跟当初北越对美军状况很像？有没有可能川普他一下子之间把自己掉到一个新的泥沼里面去？而且全世界3大火药库不是只有一个，中东是一个，俄乌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台海之间。那当川普把60%的资源全部都放到这上面的时候，放到中东战场上面的时候，如果两边其他时候出事情，那美国的霸权，美国在全球的主宰还是一样稳固吗？那这是我们未来继续要看下去的地方。现在的关键就是第一个，但是有没有核武，或是伊朗呢有没有制造这个能力呢？其实都不是关键。美国的情报总监呢，在3月的时候呢，才在国会上作证说，伊朗没有制造核武器，而是呢，以色列呢，他看到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周边呢，平常围绕在这个伊朗跟他之间的他的卫星的小兄弟。这个真主党已经被他给灭了，黎巴嫩的真主党，哈马斯呢奄奄一息，然后呢，也门呢这个胡塞武装呢，虽然说它有一定的程度的骚扰的能力但是它主要的这个力量也还是没有那么大。然后叙利亚的阿塞德又垮台了然后这个现在呢，已经要谈判进入到第6回合的时候呢，眼看着真的是伊朗跟美国可能要谈成这个伊核协议的时候，他当然要出手，而且他碰到了一个那么支持以色列的川普所以如果他只是告知川普说我要动手了所以他就动了那对于川普的考量呢，现在真的是还是取决在川普的一念之间川普呢，他就是 I am the king， 我要当这个国王我要做过去美国总统呢不敢做、没有做到的事情。但是呢，他也不是莽夫所以说呢，他不会轻易的采取行动。他为什么讲说，再给我这个1周、2周的时间？他就是要看伊朗跟以色列之间，你们互相打来打去你打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结果之后，如果说以色列呢真的有本事，像这个纳坦雅胡自己讲的，我有能力摧毁伊朗的核设施，不管有没有美军加入，我都有能力摧毁它。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虽然呢，纳坦雅胡现在已经不说要去斩首科梅尼了但是呢，我相信这个以色列的这个行动呢，还是持续在进行之中如果说在未来的一两周之内，以色列跟这个伊朗这样子互相用这个飞弹的毁灭以色列呢有足够的能力，第一个把伊朗呢打到很残那这样子的话呢，川普呢就可以在最后的这个时刻呢，来出动他的 B2 的轰炸机，然后用碉堡炸弹，他其实也不用完全摧毁啦，他只要行动
一波的这个行动成功了之后，川普就可以宣告大胜利了嘛？你看，我当初呢要伊朗呢来无条件投降谈判，你们不听吧？你现在就被我们摧毁了。这就是川普的性格，但是呢，他不会打没有把握的仗哈。而且呢，现在呢，就是当这个中国跟普丁跟习近平呢，他们俩已经通话了，然后习近平呢把话撂在那边了，就是我们希望透过谈判来解决的时候，我觉得这样子的力量呢会进来，而这样的力量会进来呢，就是要看川普呢，他会不会接习近平的电话哈，然后呢。因为马克宏这个没有用了，他已经嘲笑了这个马克宏了。然后这个五个常任理事国，其实英国首相呢，对于川普呢是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的哈，所以就要看他们这几个人能够发挥，特别是习近平跟这个英国首相能够发挥多大的这个影响力。至于呢，大家讲说现在呢。中国很担心啊，就是如果说战事呢一旦爆发了之后呢，假设伊朗呢去封锁了霍姆兹海峡，然后会影响到中国的那个石油的这个供应，其实啊这就是多虑了啊。在今年的就是5月28号的时候，中国直通伊朗的铁路已经盖好了，已经通车了，所以说呢。中国呢跟伊朗未来之间呢，就可以通过这个铁路来运送呢它需要的这个能源呐的这些的资源。只是因为呢后来就打仗了嘛哈，所以本来呢预计呢6月中下旬的时候呢就会有这些的运到这个中国大陆去哈。所以说如果说要从油的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角色，我觉得是不对的。但是呢，中国有没有可能在这一次的看起来以一的战事呢一触即发的这个情况之下，再次的发挥它在2015年的时候签署成伊核协议的，因为中国穿梭好，使得伊核协议能够签署的这样子的一个外交的一个能力的话，会决定未来中东的格局啦。2015年，因为中国这个拉线了。所以呢，6个国家去签了这个伊朗的核协议了，但是川普把它废了，那是谈了5次，拜登想恢复没成功，那川普现在第6次要谈第6次，还没谈，正在这个筹备，以色列就炸了哈，以色列不希望看他谈成那川普的很重要的盟友叫班农班农是以前帮他策划选举的第1次的选举的班农，这测试他是 Kingmaker 他说如果川普出兵伊朗。会动摇 MAGA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让美国再次伟大，叫做 MAGA 基本盘。因为呢，包括川普的基本盘都有50几%人反对川普出兵，就觉得你不是说美国优先吗？让美国再次伟大吗？那你没事去打人家干嘛？你不是当时讲说你尽量不要在海外打仗吗？那么才几天你就要在海外打仗了所以呢，基本盘可能现在已经变成两种不同的势力，2种不同的意见，所以美国都会被撕裂。休息一下再回来。